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尼夫雷播客频道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出海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绝对重磅的话题，马斯克的 X 平台正在全力推进其支付功能 X Money，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钱包，而是马斯克酝酿多年的 Everything APP 超级应用的核心拼图。也欢迎大家订阅支持尼夫雷闯关界，我会免费分享更多前沿动态和实用攻略，让更多普通人都能受益。截至2025年底， X Money 已经与 Visa 达成深度战略合作，并在美国38到41个州获得货币传输牌照，正式进入推出倒计时阶段。虽然还未全面公开发布，但内部测试和 beta 版本已经在进行中。这意味着 X 即将从社交平台转型为一个集社交、内容、支付于一体的综合生态。马斯克的愿景是让用户在 X 上处理生活的一切事务，包括即时转账、存储资金、创作者变现，甚至未来可能涉及投资和跨境支付。这个进展意味着什么？它不仅仅是添加一个支付工具，而是对传统金融和社交媒体的颠覆性融合。X 目前拥有超过600百万月活跃用户，这些用户每天在平台上刷新闻、聊天、追热点。如果能在这些场景中无缝嵌入支付功能， X 就不再单纯依赖广告收入，而是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金融帝国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将带大家从头到尾深度拆解 X Money 的最新进展，背后的商业逻辑，与 Visa 的合作细节，潜在的加密货币整合，以及它如何挑战现有支付巨头。如果你想提前看懂2026年甚至更远的金融趋势，这一期绝对值得你完整听完。首先，我们把时钟拨回到起源，了解马斯克对支付的执念到底有多深。1999年，那时候马斯克还没造火箭，没造电动车，他的第一桶金来自创办一家叫 X.com 的在线银行公司。后来 X.com 和彼得蒂尔的 Confinity 合并，诞生了我们熟知的 PayPal。 马斯克虽然后来被挤出管理层，但用支付改变世界的想法从来没从他脑子里消失过。 PayPal 的成功让他深刻认识到，支付是互联网的血液，谁掌握了资金流，谁就掌握了生态的命脉。快进到2022年，马斯克以440亿美金的高价收购 Twitter， 然后迅速改名为 X。 外界当时很多人嘲笑他买贵了，冲动消费，但其实从一开始，马斯克的目标就不是做一个单纯的社交媒体。他反复强调 X 要成为 Everything APP， 一个像中国微信那样的超级应用，在里面聊天、看新闻、购物、支付全都一站式搞定。为什么西方一直没人做成微信模式？主要卡在2个点，一是银行体系高度碎片化，二是监管壁垒极高。但马斯克不走寻常路，他从收购后就开始布局支付牌照。目前 X Payments LLC 已经在美国38到41个州拿到 Money Transmitter License， 这已经是巨大进步。虽然纽约、加州等关键州还在审批中，但通过与 Visa 的合作， X 可以先绕过部分障碍，实现即时转账。 X 现在有超过6亿月活跃用户，这是一个恐怖的天然流量池。用户每天在平台上花费大量时间，如果能在刷贴、看直播、评论的同时顺手转账或打赏，那粘性会爆炸式增长。马斯克不是在做慈善，他是要把 X 变成一个无法撼动的金融基础设施。接下来聊聊 X Money 的核心竞争力，为什么它一出场就能对现有支付市场造成降维打击。先说成本优势，在美国 P2P 转账市场竞争激烈， Venmo Cash App Zelle 这些玩家即时到账往往要收 1.5% 到 3% 的手续费，用户积少成多，平台赚得盆满钵满。但 X Money 从一开始就主打低费率甚至零费率个人转账，尤其是通过 Visa Direct 实现秒级到账。马斯克的算盘打得精，传统金融科技公司拉一个新用户，广告、地推、补贴、获客成本至少30到50美金。但 X 不同，它有现成的6亿多用户，激活支付功能几乎零边际成本。先用低费率把用户拉进生态，把资金流、交易数据留在平台里，然后通过后端变现，比如理财产品、信贷服务、企业支付分成、广告精准投放的。这就是经典的互联网烧前端赚后端逻辑，羊毛出在猪身上。这次被宰的猪就是传统银行和支付巨头的利润。再举个例子，跨境汇款，传统方式像 Western Union 手续费高达 7%到10%，到账还得几天。X Money 结合 Visa Direct 和未来可能的区块链通道，能把费用降到极低，时间压缩到秒级。
这对一名工人、自由职业者、跨境电商来说是实打实的福利。除了低成本 ，X Money 的体验优势更是杀手锏，社交与金融的无缝融合。想象一下这些场景，你在 X 上看一场热门直播，主播分享干货，你心动了，想立刻打赏，不用退出软件，打开另一个支付工具，验证身份，直接在评论区点一下，或者输入一个简单指令，钱就过去了。或者你在和朋友激烈讨论最新 AI 新闻，顺便说我请客吃饭，直接转账过去。对比现在通常要切 APP 扫码或复制账号确认多次，Shmoney 把金融功能隐形化，嵌入对话、帖子、直播间，让支付像发消息一样自然。这背后靠的是 Visa Direct 的技术支持。Visa Direct 能绕过传统银行的 ACH 清算系统，实现实时推送资金到借记卡或钱包。以前转账等2到3天，现在秒到。对于创作者经济来说，这太革命了。YouTube、Patreon 等平台结算周期长，分成高 10%到30%，创作者经常抱怨现金流紧张。在 X 上，变现分成更低，到账更快，平台还会通过算法倾斜流量给早期入驻的博主。这不是在抢市场，而是在直接重塑内容创作者的生存方式。很多朋友问 X Money 会支持加密货币吗？狗狗币、比特币会进来吗？这是我作为 Web3 观察者最兴奋的部分。虽然目前 X Money 主要聚焦法币支付，但马斯克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。他多次公开支持狗狗币，甚至让 Tesla 接受狗狗币支付商品。行业消息显示 ，X 正在规划深度整合加密资产，包括比特币、狗狗币、以太坊，甚至稳定币如 USDC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传统 Web3 的痛点是门槛高，下载钱包、管理私钥、记助记词、抄地址，普通用户一听就头大。但 X Money 的玩法是，你只需要一个 X 账号，就能无缝持有法币兑换、转账加密货币。平台在后端处理复杂技术，用户前端体验像转美元一样简单。更进一步，结合比特币的 Lightning Network 闪电网络，能解决比特币交易慢、费用高的老问题，实现微支付场景，比如给一篇帖子打赏 0.01 美元等值的比特币，几秒到账，费用几乎为零。想象更宏大的画面，一个在美国的用户想给非洲家人汇款，传统渠道贵且慢，通过 X Money 加稳定币或 Lightning Network， 费用忽略不计，及时到达。这才是区块链真正的大规模采用 Mass Adoption。 马斯克不是在炒币，他是用加密技术优势降维打击传统跨境支付体系，像 Swift 这样的老巨头要颤抖了。当然，任何革命性创新都不会一帆风顺。Shmoney 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监管。美国金融监管是出了名的严，目前牌照覆盖38到41个州，但纽约、加州这些大州还在拉锯战。美联储、SEC、CFPB 等机构都在用放大镜审视 X。如果 X 同时掌握用户的言论数据和金融数据，隐私和反洗钱风险巨大。马斯克团队正在积极申请监管沙盒，试图在合规框架下加速创新。另外，数据隐私是双刃剑，一方面能让广告和推荐更精准，另一方面容易引发信任危机。但马斯克有 PayPal 时代的经验，他知道监管是金融业务的生命线。这场监管博弈将决定 X Money 能否真正起飞，预计2026年会是关键节点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并从投资和个人角度聊聊机会。Shmoney 的推进标志着马斯克的 Everything APP 从概念落地现实，它正打破社交、金融、区块链之间的墙壁，构建一个闭环生态。短期看，它会重塑 P2P 支付和创作者经济；长期看，可能改变全球资金流动方式。机会点有哪些？第一，关注底层合作伙伴 ，Visa 作为首发合作方已经直接受益，未来可能有更多支付网络或区块链基础设施加入。第二，如果你是个内容创作者，现在是最佳入驻窗口，平台会给早期博主流量倾斜，分成优惠，变现更快。很多 YouTube 博主已经在迁移部分内容到 X。第三， Web3 投资者可以关注高性能链和相关项目，虽然目前以法币为主，但狗狗币、Lightning Network 生态、稳定币发行方都可能间接受益。第四，普通用户等 X Money 在你所在地区上线后，可以试试小额转账，体验无缝支付。未来工资直发 X 钱包，日常消费全在平台内，
也不是不可能。马斯克说过，他要让 X 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。从目前进度看，这个目标不再遥远。最后抛给大家2个问题，你会把日常支付迁移到 X Money 吗？如果你是创作者，会考虑全职转到 X 生态吗？你觉得它能彻底改变传统银行的格局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。另外，我近期分享了对2026年数字货币市场的整体判断与投资思路，有兴趣的可以主页查看。需要先说明的是，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行情，但可以尽可能基于逻辑推演市场的演化方向。因此，这期不讨论短期走势，也不做任何买卖推荐，而是聚焦于构建长期有效的认知框架与配置逻辑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干货满满，对你理解未来金融趋势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你的每一个互动都是我继续输出硬核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